俄军侵占哈尔科夫至少10个定居点，建立缓冲区，乌克兰近6000人被迫撤离。为此，乌军前线换将，修筑新防线，调派海妖特种部队增援，来阻击俄军进一步入侵。俄导弹疑似在炸本土目标，德国征兵方案3选1，最终会选择哪个？美海军特种战斗艇升级，获得新海上作战力量。朝鲜推出240毫米新火箭炮系统，未来不知道是打算援俄还是火力覆盖首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哈尔科夫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主攻方向是向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2个方向推进，其中利普齐距离俄罗斯边境12公里，俄军先头部队对这里展开了袭扰，而沃夫昌斯克更靠近俄罗斯，距离俄罗斯边境仅7公里。因此，俄军与乌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交火。综合多方消息，据悉，俄军已在利普齐方向占领至少8个定居点，灰色地带进一步扩大，俄军突入10到12公里。在沃夫昌斯克方向，则至少占领了2个定居点，灰色地带同样进一步扩大。俄军突入5到7公里，据统计，俄军通过这2天的冲击，已占领边境超107平方公里。不过大家都清楚，由于战斗尚未结束，一时的得失根本说明不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据英国陆军情报部门报告称，俄军在前线战斗中使用了全地形轻型车辆，从而使作战人数激增，展开突击行动。其凭借轻型全地形车的机动性，实现了部队的快速重新定位、战略撤退和有效追击。不过也不要小看乌军，乌军的 FPV 无人机搭配经战火研制的战机，早已成为俄军这些轻型装甲车的克星。此外，在5月13日的战斗中，俄军还使用迫击炮、大炮和飞机投掷 FAB 炸弹，对乌军阵地进行猛烈攻击。据俄罗斯频道的消息称，俄军正试图将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连接起来，在扩大占领区的同时建立起缓冲区，从而吸引乌军从其他战线抽离部队回防。不过，随着损失的加大，5月13日，俄军的进展速度明显已经有所放缓，但这2天的战斗仍导致乌克兰哈尔科夫有近6000人被迫撤离。据法新社援引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州长西内古波夫的话称，这2天的战斗已导致哈尔科夫地区有30多个村镇遭到俄军炮击，至少造成9人受伤，有5762人在战火威胁下被迫撤离。据德新社报道称，乌军总参谋部13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军情报告中说，敌人目前正在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为了阻击俄军的进一步扩张，乌克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据路透社5月13日报道，乌克兰军方发言人纳扎尔·沃格中表示，乌克兰方面负责哈尔科夫前线作战的指挥官已被撤换，新指挥官将由曾任副总参谋长兼赫尔松作战部队司令的米哈伊格·德拉帕蒂准将出任。他是谁呢？米哈伊格·德拉帕蒂准将在乌克兰可是赫赫有名的虎将。他曾作为第72独立机械化旅第2机械化营的指挥官，于2014年5月对马里乌波尔的分裂武装分子设立的检查站实施了直接的突破，成功增援了城内的乌克兰守军。在2014年底时进入乌克兰国防大学进修，随后他转入函授教育，并返回 ATO 区担任第30独立机械化旅参谋长。2016年8月，德拉帕托被任命为第5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镇守顿涅茨克地区的阿夫提夫卡和西亚努瓦茨基地区。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直到2014年1月，德拉帕蒂一直领导着赫尔松战役战术群，他被称为领导解放赫尔松地区右岸地区的指挥官之一。2024年2月，米哈伊洛·德拉帕蒂被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如今调任哈尔科夫指挥，可见希尔斯基将军对其的信任。有了指挥官，好部队、好攻势自然也少不了。5月13日，乌克兰国家专业运输局局长亚科维茨表示，乌军要在哈尔科夫修建至少3条以上的防线。据亚科维茨介绍，第1条防线，也就是所谓的前线，将距俄罗斯边境 1.5 至6公里，由部队守卫，没有任何攻势。第2条防线出于安全原因，亚科维茨没有对外透露。第3条防线据悉会距离前线从17到35公里不等，具体位置不方便透露。部队方面，据悉在哈尔科夫，除了坚守沃夫昌斯克的乌军第57旅，以及坚守多个区域的乌军第125国土防御旅等部队外，正有大批乌军精锐正在调往哈尔科夫。如乌军已将海妖特种作战团从巴赫穆特恰西夫亚尔转移到哈尔科夫边境，
一同前往的还有第61侦察兵团、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维达尔特种部队，以及装备了 CV-90 步战车的第21旅、第93旅、第117突击旅部分营等。鉴于俄乌双方的不断加码，考虑到俄军不要命的人海战术，乌克兰短期内可能会用领土来换取更多军援的抵达，不排除俄军进一步向前推进，损失进一步加大的可能。乌克兰有必要尽快动员训练更多人员，等熬过最近2个月的艰难时期，军援抵达后，战场形势将有利于乌克兰。总之，哈尔科夫的战役短期内不会结束，接下来会如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除了前线战场外，昨天还有一个大瓜要吃，俄军很可能再次自己打自己，只不过这次不是打飞机，改成了轰楼。5月12日上午，俄西部城市比尔格罗德位于谢尔索夫街的公寓楼发生爆炸，导致整栋楼的其中一侧倒塌，造成9人死亡，20多人受伤。事发后，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控乌克兰使用多管火箭炮发动进攻，才导致的公寓大楼倒塌。甚至为了更有说服力，俄国防部也发文称，是乌克兰一枚原点铀导弹被拦截的残骸击中了市区的住宅。不过，俄方的发言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如据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和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爆炸发生时并没有看到任何导弹或炮弹落入大公寓，而且有分析指出，公寓大楼倒塌的方向是从北向南，而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南方，因此如果真的是乌克兰发动攻击，那么公寓楼倒塌的方向大概率会是反过来，从南向北。对此，乌克兰新闻网12日报道称，根据公布的视频显示，在这栋高层建筑的废墟上发现有俄军 S-300、S-400 使用的 5B55-48H6DM 防空导弹碎片，再加上此前俄军发生了多次防空导弹误炸飞机和住宅事件，不排除此次袭击仍是俄军防空导弹的误炸。接下来，俄乌双方估计又要在网上扯皮进行舆论战，大家觉得是误炸还是袭击呢？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德国自4月份公布全面军事改革计划后，就一直在讨论兵役制度，现在终于有了新进展。据德国《每日镜报》10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在近期美国访问时，公开表示，当年终止征兵制是个错误，并有意予以修正。目前，德国国防部已拟定3种新兵役制度方案，德国新的兵役制度大概率会从这里诞生。那德国恢复征兵的3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据报道称，第一个方案内容并非与讨论的义务役有关，而是选择优化现状，也就是在现行的志愿役制度下，尽可能的扩大招募规模。据悉，这个方案首先会建立起所有年满18岁公民的数据库，并寄送相关信息给他们。接着，有参军兴趣的申请者可自愿在线上填写一份问卷，其内容包含自我评估的心理和生理状况、个人价值观以及从军动机等。最后与他们取得联系，从而提高志愿军的兴趣和申请人数。但专家们并不推荐这个方案，因为他们认为方案1执行力太弱，很可能无法吸引到足够的申请人数。第二个方案是重新建立符合宪法规定的选择性服役制度，以满足每年3到4万名的新兵需求。据悉，这个方案适龄男性将被强制要求填写线上问卷，并可能需要接受体检，女性则继续维持自愿申请的模式。对于这个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专家的肯定，同时呢，该方案也已被德国国防部从人力规划角度评估为适合解决目前的兵力缺口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无需修改宪法，只需调整现行的义务兵役法即可，这也意味着替代役法也将重新恢复。第3个方案，也就是皮斯托留斯提出的不分性别的义务役，该方案将强制所有年满18岁的男女都必须填写线上问卷。有专家指出，方案3的优点在于可以涵盖所有适龄青年，招募的兵员充足，因此在挑选过程中可以基本上以高度自愿性为原则，并且该方案还计划在第2阶段推行普遍兵役制。若是能落实，届时方案3将不局限于联邦国防军，像消防队、医疗救护队或技术救援组织也都可以应用。而有了普遍兵役制，兵役公平性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3种方案文件均未提及成本问题。预计皮斯托留斯将在6月初公布最终决定。大家觉得3个方案哪个更适合如今的德国呢？据美国军事网站战区5月10日报道，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正秘密升级其隐身特种战斗艇，以便应对未来的高强度作战。其计划对重型隐身战斗艇海狮级进行现代化升级，并给中型隐身战斗艇配备新型自杀式无人机。
重型战斗艇海狮级是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特种舟艇队使用的水面舰艇，其任务是在高威胁环境下负责海豹突击队的远程秘密投送和撤离任务，具有一定的沿海巡逻和海上封锁能力。其特点是有宽阔的平台区域和全封闭、气密控制的舱室空间。运载舱可以自由配置，以满足特定的任务要求。如可以安装8个座位，便可搭乘7名船员和12名海豹突击队成员。如果不装座位，则可以搭载一艘战斗突击橡皮艇，或者一艘未充气的 CRRC 和2个发动机，由船尾的舱门投送回收，大约是1500公斤的有效载荷，其最高航速可达74公里每小时，续航航程约740公里，可由 C5 和 C17运输机运输，也可用 L 级甲板2栖登陆舰运输。海狮号的多功能性使其能够执行包括特种作战、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在内的多种任务。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近期与 FMM 造船厂签署了第4艘 CCH 舰艇的生产合约，甚至有可能会建造第5艘。美国海军未来计划将现役3艘 CCH 舰艇中的前2艘退役，保留最新的3艘，以确保特种部队拥有最先进的装备。除了 CCH 战斗艇外，美国海军的中型隐身战斗艇也将迎来新的战力提升。SOCOM 计划为 CCM 战斗艇配备了一种新型海上精确打击系统，即一种可弹出8连装无人机发射器，能发射制空弹药，如游荡弹药、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等。这种武器可以由操作员操控，对敌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从而有效提升特种部队的攻击能力。CCM 本身就是海军特种作战船队中一个相对较新的装备，于2015年年底开始服役，目前装备 SWCC 的特种船队。它作为是 MKV 特种战斗艇和特种刚性充气船的部分替代品，是一种低可视度、可重构、具备多任务执行能力的水面战术机动艇，主要任务也是投送和撤离特种作战部队。不过比 CCH 低一个档次，适合在中低威胁环境中作战。CCM 还因其位于船首的遥控武器站、M2 12.7毫米重机枪、位于舰尾的 M2HB 12.7毫米机枪、M240G 机枪、MK19 40毫米榴弹发射器，使其具有一定的火力支援能力，能执行海上封锁、登陆作战以及作战反恐等任务。舰艇本身的双层铝制外壳可抵抗轻武器的火力，且拥有 96.2 公里每小时的航速和740公里的航程。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封闭式船舱和开放式后甲板，能携带4名船员和19名海豹突击队成员加任务装备。该舰艇的结构具备减震功能，能大幅减少成员投送过程中的颠簸。CCM 虽不能用降落伞空投，但却可以通过 C17A 运输机进行运输，也可以部署在如圣安东尼奥船坞运输舰或黄蜂级2栖攻击舰等大型水面舰艇上进行运输。综上所述，美国特种部队的这些战力提升措施反映了其战略重点的转变，正从过去数十年的反恐作战转向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冲突。而这些新的海上作战能力将使美国特种部队能够在未来更复杂的战场环境中执行任务。据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10日亲自了解了其新推出的国产240毫米多管火箭炮系统，并观摩了配套制导火箭炮弹的试射。朝鲜新推出的240毫米多管火箭炮安装在6×6卡车底盘上，前部有一个成员驾驶室，后部有一个火箭发射站。据悉，该发射站配备有2组11管发射器，分为3排，第一排有3管，第2排和第3排各有4管。在测试过程中，成功发射了8枚炮弹，并精确击中了指定目标，充分验证了该武器系统卓越的性能和巨大破坏力。这一点，韩国军方在次日11日证实到，前天上午监视到朝鲜向西部海域发射数枚火箭炮。朝中社还称，更新后的火箭炮系统具有更高的机动性和火力集中度，并配备有自动射击综合指挥体系。其计划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对朝鲜部队进行装备更替。而韩国国防安保论坛事务局长申中宇则有不同意见。他指出，从朝方发布的图片推测，所谓自动射击综合指挥体系的发射按钮可能被设置在外部，需要从外部按下，因此可能尚未实现完全自动化。多年来，朝鲜一直在加强其军事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在多管火箭系统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如2月刚宣称研制成功的240毫米口径新型火箭炮弹，又或是将导弹技术集成到多管火箭炮系统而开发的300毫米、240毫米武器系统。这些增强将使朝鲜炮兵能够更深入、更有力地打击敌军目标，对饱和攻击、抑制作战至关重要。制导导弹的融入则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附带伤害，并提高打击的准确性，
使其对特定的战略目标更有效。朝鲜专注于自身武器系统发展，明显是想摆脱关键军事设备对外部来源的依赖，而其军事实力的提升对韩国而言就不太妙了。如此次的240毫米火箭炮系统，韩国专家认为其是针对韩国首都圈地区设计的。如韩国统一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洪民指出，朝鲜正通过运用各种口径和射程的火箭炮，加强对韩半岛全境的集中连发打击能力，从而提高其战争执行能力。此外，也有分析认为，朝鲜还想通过俄乌战争将这款火箭炮系统军售给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曾在3月动用否决权，阻止了联合国负责监督对朝鲜国际制裁专家小组的续任。投桃报李，军售的几率会很大。这样，朝鲜不仅可以获取其在战场上的真实数据，也可以获取军事的经济利益，然后转头继续研发新武器，来提升自己军队战力，一举两得，步入良性循环。当地时间5月1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对外宣布，为了减少乌克兰防空压力，美国正在加速交付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沙利文表示，目前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已经在前线发挥作用，另一批军事援助物资也将在未来几天内运抵乌克兰。根据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已经下令让所有部队撤出尼日尔，人数约1000人。根据报道，在今年4月份，尼日尔政府表示将取消与美国的合作协议，美国也随即宣布将开始讨论有序的撤军计划。不过，目前仍有美国官员与尼日尔政府进行谈判，涉及撤军条件以及是否有可能留下部分美军士兵等内容。根据一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军一旦从尼日尔撤军，就意味着相关新协议的希望变得渺茫。但目前时间表有可能发生变化，相关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在彻底的完成撤军之前，这一过程仍可能存在变数。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哈尔科夫的战役有什么要补充的？乌军的特种部队将会如何作战？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